我按了一个按钮，被传送到了后室中，只要能逃出来就能获得10个亿美元。信心满满、准备充足的我，却低估了后室的难度。在经历了脱水、幻觉、精神几近崩溃的经历后，我跌跌撞撞的来到了 Level 1这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昏迷了，而且出现了短暂失忆的症状。在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所在的层级似乎不是我认知中的 Level 1，这是一个游泳馆一样的地方。在经过探索，我得知这一层会有断电器，断电器会有实体出现。正当我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时，断电器来了，而我也遇到了一个实体。前方突然出现的黑影，即使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我也看不出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只能看出来是一个人形的生物。我待在了原地，想动一动，可是腿却不听使唤。这是实体吗？一定是了。它会攻击我吗？我要不要回头跑？可后面一片漆黑，我回头它会不会直接扑上来？难道我要在这里被灭了吗？一瞬间，我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我感觉我的心脏快跳到嗓子眼了。第一次这么强烈的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我感觉我的血液快停止流动了。回想来到后室以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磨，我真的受够了。算了，拼了，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10个亿美元，我他娘的不要了！我攥了攥拳头，慢慢的从书包中拿出来之前准备好的家伙事儿。我深呼吸一大口，大吼一声。就在我准备拼尽全力和他以命相搏的时候，前面的黑影竟然掉头跑了。这是什么情况？他怎么跑了？被我吓跑了？实体胆子这么小吗？我认真地分析了眼前的情况，这层的实体只有在断电期才会出现，说明他们害怕光亮，有可能他们胆子小，所以他是被我的手电筒和吼声吓跑了。既然如此啊，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哼，实体不过如此。我挺了挺腰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想看看那个实体还在不在。经过认真查看，我确认我周围没有其他的实体了。现在只要等着来电就行了。目前这里黑灯瞎火的，也不好探索。既然这样，那我没必要在这狭窄的小通道里藏着了，我出去就得了呗。反正这层的实体都是松包。想到这儿，我准备从这条通道里出去，找个地方躺一会儿。就在这时，我旁边的墙壁中突然出现一只黑色的大手，他抓住了我的衣服，然后使劲把我往墙上拽。我下意识地拿着手里的家伙打了过去，只见那只黑手瞬间撤回了墙壁中，来不及多想，我马上头也不回地开始往外跑。就在我马上要跑出去的时候，那只黑色的大手又出现了，这回他抓住了我的背包，我只能脱下背包挣脱出去。我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马上跑到了一块空旷的地方。我大口呼吸，浑身颤抖，我谨慎地看着四周，好在这里非常空旷，离墙壁比较远。他娘的，这实体竟然搞偷袭，有能耐和我出来刚正面呢！我又大喊了一声，周围除了我的回音和流水声，再没有其他声音。我平复了下情绪，坐了下来。我只能在这里等着来电了。太过狭窄或者离墙壁太近的地方都不安全。好在断电期只有40分钟，我估摸了下时间，应该也快来电了。摸了摸肩膀，我越想越气，因为在刚才的逃跑过程中，我的背包被他抓走了。我现在只有一个手电筒和一个防身的家伙，我的全部补给和物资都在背包中，这可怎么办？想到这儿，我一阵烦躁，狠狠地说了几句国粹。现在我必须得以最快的速度找到 MEG 了。通过之前发现的文字，我相信这一层一定有 MEG 的前哨站。可是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出现已久的一个想法，我所在的这个后室中到底有没有 MEG， 或者说这里的 MEG 还存不存在了呢？之前在马尼拉房间看到的手册和刚才看到的毯子还有文字应该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想 MEG 应该也是真实存在的。矛盾的思绪不停地在我脑中反复，各种低语的声音开始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尽快找到 MEG， 找到活着出去的办法。周围的流水声开始变得非常嘈杂，耳鸣的声音又开始出现了。我开始头疼欲裂，天旋地转，然后我眼前一黑。动听的歌声传入了我的耳中，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我看着眼前的身影，逐渐清醒过来。我好像又昏倒了。自从来了这一层，这已经是第2次昏迷了。每次清醒后都伴随着剧烈的头痛，全身也酸软无力。我用颤抖的手臂支撑了自己的身体坐了起来。我发现我的身上裹着一条救生毯，温暖的感觉遍布全身。这时我看到眼前的那个身影转过头来，
来，向我说道：哎呀，你终于醒啦！是一个甜美的女性的声音。我竟然遇见活人了，我是在做梦吗？还是这又是我的幻觉？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是人吗？眼前的女孩走了过来，对我说道：我是人呐，你别紧张。刚才断电的时候，我听见了你的叫喊声，循着声音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孩，我能确定她一定是我的同类。我突然有一种想上去抱抱她的冲动，因为在后世这么长时间，经历了恐惧、紧张、孤独、脱水等等一系列折磨，现在我终于遇到活着的人了，内心中迫切的希望得到一点温暖。只是最终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对她说道：我感觉头很痛，全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你出现过失忆的症状吗？出现过。我刚来到这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女孩想了想，从背包中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淡粉色的液体。来，你先把这个喝了。我接过玻璃瓶，疑惑地看了看它。这是杏仁水，是可以喝的，能解除一些不良的状态。我怀疑你是中毒了。看着手中的杏仁水，我回想起在来后世之前查阅资料的时候，里面有关于杏仁水的详细介绍。这似乎是一种仅存于后世中的神奇液体，它不仅可以直接饮用，还能治疗一些后世中的疥疾。最神奇的，有很多实体会惧怕杏仁水，有的实体甚至可以用杏仁水来驯服它们。我不是坏人，你快喝吧，再不解毒会有生命危险的。看着迟迟不动的我，女孩说道：没有，我走神了，我现在就喝。说完，我拧开了瓶盖，将这瓶杏仁水一股脑地倒进了嘴里。我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甜甜的杏仁味儿，对于目前状态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琼浆玉液。你再休息一会儿，我收拾下东西，一会儿带你去我的藏身点。女孩接过空瓶，对我笑了笑，转身过去收拾东西。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可是这会儿实在虚弱，我便闭上眼睛，静静等待那个女孩。没过多久，我感觉我的头痛开始减轻，呼吸也恢复顺畅，全身酸痛的感觉也在非常明显的减退。奇效了，这个杏仁水果然神奇呀！我的状态正在恢复正常，这东西如果能带一些回到现实中，没准能造福人类呀！没过多久，我感觉我恢复的差不多了。我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准备起身去帮女孩收拾东西。可就在这时，一阵强烈的反胃感突然袭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便开始剧烈的呕吐起来。我吐出了大量的黑泥状的东西，呕吐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孩的注意。女孩马上跑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你是不是喝了游泳池里的水啊？女孩看着地上的黑泥问道。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看你的症状应该是喝了游泳池里的水，这里的水会使人短暂失忆，并且中毒，会头疼昏迷。没事了，好在你中毒时间应该不长，杏仁水帮你解毒了。你吐出来的黑泥就是池水中里的水。听了女孩的话，我感到一阵后怕。我完全不记得我喝过这里的水，难道是因为我喝了这里的水才导致的失忆吗？所以我忘了这个经过。我终于明白我的脱水症状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我嘴里那个腐败的甜苦的味道，原来就是游泳池中的水实在感谢没有你，我恐怕就得扔在这儿了。别客气，咱们都是流浪者，需要互相帮助。你这会儿可以吗？能走吗？没问题，可以，我能走。说罢，我帮女孩收拾好东西，便跟着女孩前往她的藏身点。路上我俩聊了很多，女孩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唐娜，是一名普通的白领。她同样也是因为按下了那个会给$11的按钮而被传送到了后世中。不过唐娜的运气比较好，她直接被传送到了 Level 1那一层。更幸运的是，她找到了 MEG 的基地，那里有着大量的物资、补给、装备、生活用品等等。可是她也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基地中竟然空无一人。随后，唐娜通过 MEG 留下的很多文件，了解到了目前一些已知的后世中各层级的情况。唐娜告诉我，我们所处的后世似乎和现实中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有一些出入。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唐娜根据搜集来的各种线索，来到了游泳馆这一层。据说这一层有一个黑水研究站，但是她还一直没有找到。唐娜也告诉我，我打开的那扇通往 Level 1的门可能是一个伪造的门，这层其实是130层。巨大的信息量一时间让我的脑子一直处于发懵的状态。我实在佩服一个女孩孤身一人竟然探索了后世这么久的时间。
说话间，我们到达了唐娜的藏身之处。这里除了摆放整齐的各种物资和生活用品外，我还发现这儿的墙壁上有一扇深绿色的双开门。唐娜告诉我，她就是通过这扇门来到这层的。随后，她掏出一把钥匙，像是20世纪的铸铁钥匙，上面有着奇怪的花纹和符号。唐娜说，根据 MEG 的资料记载，这钥匙叫做层级密钥，可以打开进入特定层级的门。她就是通过钥匙来到这130层的，而且她还有一把 Level 1的钥匙，这样她就可以通过这2把钥匙和这扇门往返于 Level 1和 Level 130了。听到这儿，我开始越来越佩服眼前的这个姑娘了。她不仅胆大心细，而且似乎智商也不低，可能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最终从这里逃出去。思绪中，唐娜拿着一盒素食卤肉饭走了过来，问我要不要吃。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已经好久没有进食了，吃了那么久的猪肉罐头和压缩干粮，我终于可以换换口味了。正当我要接过卤肉饭的时候，一声巨响，周围瞬间黑暗，断电器又来了。我赶紧伸手寻找手电筒，突然我听到了唐娜的尖叫声。当我打开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唐娜已经被拽到了墙壁中。我急忙跑过去想抓住她，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下坠感突然袭来，我从地面上掉了下去。